曾经被誉为中国情人节的七夕，如今却成了年轻人避之不及的经济负担。随着七夕消费暴跌，年轻人不交爱情睡了吗的话题登上热搜榜，一幅凄凉的画面跃然纸上。在经济寒冬的笼罩下，中国年轻人的浪漫似乎正随着他们日渐瘪瘪的钱包一同萎缩。据凤凰周刊报道，往年七夕期间，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都是年轻人晒出的礼物照片，黑色包装纸裹着的火红玫瑰占据了朋友圈的主要版面。然而，今年这些奢华的999朵玫瑰礼盒仿佛人间蒸发，取而代之的是七夕也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样的廉价替代品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曾经象征爱情的红玫瑰，如今的价格已经跌到了令人啧舌的地步。去年七夕还高高在上的玫瑰，今年却以区区10元一扎的价格被甩卖。这样的价格跳水，不仅让花店老板们叫苦连天，更是年轻人经济困境的一个缩影。一位26岁的北京白领小张无奈地表示，去年七夕，我还给女朋友买了一大束玫瑰和一盒进口巧克力，花了将近1000元。今年，我们俩决定一起喝杯奶茶，就算过节了。七夕消费的颓势，只是中国婚恋经济全面衰退的冰山一角。从钻石到结婚登记，各项数据都在诉说着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：爱情在经济的重压下正变得奢侈。据海关数据显示，曾经被视为永恒象征的钻石，其进口额同比骤降 29.55%， 与2021年相比，更是惊人的下降了 39.6%。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放弃用钻戒来见证他们的爱情。更令人震惊的是结婚登记的数据。中国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仅有343万对，比去年同期减少了惊人的 49.8万对，创下近年新低。自2014年以来，中国的结婚率就开始了一场持续10年的自由落体。29岁的上海青年小李道出了许多同龄人的心声：结婚，我连自己都养不起，还谈什么组建家庭？房价那么高，工作又不稳定，我真的不敢想象未来。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，曾经被视为剁手党的中国年轻人，如今却不得不开始了一场报复性存钱运动。为何会这样？因为大家都没钱了。一位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，钱包厚度不够，加上未来赚钱越来越难，让不少人理智地选择了报复性存钱。这种消费降级的趋势正在重塑整个消费市场。曾经红火的糖果业、白酒业等与婚恋相关的行业，如今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一位从事婚庆行业10年的老板无奈地说，以前七夕期间，我们的预约都要排到半个月后，今年连平日里的生意都难做了。社交平台上，年轻人的哀叹此起彼伏。这几年经济下行，工作难找，失业率高，没钱了还哪来的仪式感？因为找不着工作，没心情谈恋爱，所以就暴跌了。失业了没钱了，别说七夕、情侣节，对象都不想谈了，只求养活自己。在北京工作的35岁 HR 小王坦言，我们公司今年已经裁员2轮了，每天看着那么多简历，却只能录用很少的人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还有心思去过什么七夕？当世界已经进入垃圾时间，静等中场哨声这样悲观的言论开始在年轻人中流传，我们不禁要问，消逝的真的只是七夕的浪漫吗？在七夕消费萎靡不振的同时，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出口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从数据到政策，从国内到国际，一系列的迹象都在表明，这个曾经的世界工厂正在经历一场痛苦的转型。中国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犹如一记当头棒喝。2024年7月，
中国出口金额同比增长仅为 7.0%， 比6月下滑了 1.6个百分点，创下3个月来的新低。这个数字不仅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9.7%， 更凸显出中国外贸面临的严峻形势。一位在广东从事外贸20年的老板王先生感叹道：“以前我们工厂订单排到半年后，现在连下个月的订单都不确定。员工们每天都在问我还能不能继续开工，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呀。”与此同时，7月的进口数据出现了一丝亮色，同比增长 7.2%， 增速比上月提升了 9.5个百分点。然而，这看似积极的数字背后，却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忧虑。为了维持经济增长，中国似乎正在采取一种类似饮鸩止渴的策略，通过大量补贴和低价倾销来刺激出口。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一些效果，但长远来看，却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。以电动车行业为例，在泰国市场，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的主打车型 SUV Atto 3，从去年11月推出时的119万泰铢，到今年7月已经跌至90万泰铢左右。这种近 30% 的降价幅度，不仅引发了现有车主的不满，更凸显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激烈竞争。一位在泰国曼谷工作的张先生表示，电动车市场竞争太激烈了。我之前买的车120万泰铢，现在降到80万，感觉就像买了个大号手机，新款一出，旧的立马贬值。中国对制造业的扶持力度之大，已经到了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地步。据估计，中国每年向本国工业投入的资金，几乎相当于国民收入的 5%， 这一比例是第二大投入国韩国的5倍之多。然而，这种巨额补贴是否真的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，却值得深思。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，尽管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.1%， 但利润总额却同比下降了 6.3%。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罗俊杰一语道破天机，受需求不振、订单不足、竞争激烈、价格下行、账款高企、回收困难等多重因素影响，机械工业经济效益出现下滑。一位台湾经济专家指出了这种做法的隐患：中国对制造业扶持是用国家资本介入，但是无形中也让中国的债务正在累积。因为中国国有企业融资贷款跟地方政府及银行勾结，这会形成债务无限扩充。在这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更是给中国出口商雪上加霜。近期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快速升值的趋势，在短短2周内，在岸人民币就大涨超过1000个基点。这种汇率变动对出口商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。一位出口商李先生苦恼地表示，上一次的收汇金额大约在 22.2 万元，而最近一次已减少至近 20.3 万元。利润本来就比较低，不涨价怕撑不住，一旦涨价，顾客多半就不愿意买了，订单会陆续减少。从七夕消费的萎缩到出口增速的放缓，从低价倾销到巨额补贴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经历阵痛期的中国经济。这个曾经的世界工厂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中国人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